嘿，大家好，欢迎来到黄老师频道。今天我们试驾的这个是什么 ？Suzuki 啊 ，Suzuki 的车现在真的是特别好的，所以现在真的要试一下。然后这个车的话啊，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 Wisdom 250。下来先看一下吧，外观的话，大家挺熟悉的这个外观。首先，这个圆圆的头灯啊，这个圆圆的头灯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头灯。这个头灯真的是非常的有特色啊。这个车的特性，据我了解到的话，这个特性是在低速上面呢是非常好骑的。然后它虽然你别看它啊，这个都是17寸的2个轮胎啊，这个并非是越野车尺寸的轮胎，但是它在一些林道和一些比较有一些沙地啊什么之类的，有一些非常不好的地段的话，它就算是这个轮胎包括它外面的装的轮胎啊，轮毂的轮胎的大小和装的轮胎，它都是能够好好的在这些地上面跑的，能够发挥出一些抓地力，还是挺不错的。然后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这样的车很适合在高速上面巡航啊，当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什么100多、200的这种巡航哈，这个梦想当中的巡航，我们是正常世界里面的80、100到100为止60、80的巡航。那么这个车的话是非常的有优势的在这个速度段里面的话，这个车是非常的好骑。OK， 那么我们就上去骑一下呗这个脚的着地感真的是并非越野车、冒险车这种类型的着地感，太好了吧？这个故意做成这么低的是吧？我觉得，这样能够踩到地1米，好像是网上有1.6米的女骑都能够大概这个样子，像这个样子踩到地，那这个车的着地感是特别的好了，已经是非常轻松的一个了然后现在坐上来的这个感觉的话，怎么说呢？这个把还是有把还是挺窄的，然后往自己这边靠，有一个这样往后边的弧度，这个的话，这个人就这样直起来了它有这样一个往后面靠的一个弧度，然后这个手这样搭上去之后，这个人就是这样笔挺的坐起来的，然后避震也是挺软的，就基本上所有的调教都是巡航的旅行车的这个感觉。OK， 开始。这个声音前面那个闪亮的好烦这个起步如丝般顺滑这个起步太给力了吧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哇！这个车的感觉真的是非常不错呀，在低速的时候起步，然后稍微加速，你比如说换挡1、2、3这样换上去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违和感，而且这一整套动作下来非常之流畅没有什么拖泥带水的。比如说一档的时候到一个某个地方，然后就出不了力了，然后你要更加的扭油门然后换挡也要换得非常勤基本上都没有这个感觉现在是7千转左右的时候，这个震动还是怎么说呢？基本上感觉不到，只有右脚的脚踏上面稍微能够感觉到一点震动。所以说这个震动抑制的话，也已经是做得非常的优秀了毕竟我现在是3档吧，对吧？你比如说档位再选一选，然后转速再控一控的话，那么这个车的话根本就没有震动可以说是。然后刹车，我稍微捏重一点，没有点头感，完全没有点头感。
哦，这个起步之丝滑啊！这个起步的丝滑程度怎么可以做到这样？这简直逆天了！4速60巡航哦，这个60巡航真的是哎。啊！我现在发现这个坐垫对我来说，这个坐的位置对我来说有点矮，我这个人有点往上仰的感觉，不是身体这样直起来的，我甚至有点往上仰。我稍微捏重一点，没怎么有点头感，而且这个就捏得非常重，然后这样刹下去之后，然后避震给你吸收的那一下往前冲的那个感觉，还是非常柔和的。啊，我可以现在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这个车是我骑到现在里面啊，这些那么多的车里面，这个起步顺滑的程度真的是数一数二的，肯定就是在S 级别里面的这种感觉了，这个印象现在非常深刻。然后现在在这种定速的巡航下面啊，我现在在这个大路上面，然后在这种40以上60之间的这些路上，这个车真的是稳，就是一个稳。然后这个发动机的质感啊，这个质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哦，真的就是没有一点点的这感觉有让你什么啊，有各种心里很烦躁的这种感觉的。变个道啊什么的，根本就还是开在直线上面一样的感觉，根本就没有感觉到我变道了。这个车也是，你看刹下来，啊，我觉得你们应该透过这个屏幕应该是能够感觉出来的，这个完完全全没有点头感呀。这个真的是避震吸收的好啊，还是它这个刹车感觉好？真的是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它调的就是好。当然了，因为我本身不是这样机械出身的，或者又是对摩托车非常精通的，我只是能够告诉你们，我骑了这么多的摩托车里面，我感觉出来它就是这个感觉的。所以你们在买的时候啊，当然你参考别人的，比如说机械方面的，它为什么做得好，当然是就是怎么说呢？每个人都有想要知道的东西。那么我想要告诉你的，就是你在骑这个摩托车的时候是这个感觉的。很明显的，在这个车像刚刚这样的加速上面的话，拧油门当然是拧得非常大的，但是它到这么快速的境界上面啊，它这个速度能达到这么快，转速能达到这么高的情况下面，它还是完全的没有震动，你敢信？对我来说，硬要说的话，比如说现在我有感觉到什么一个就是。首先这个车因为我是250cc 的嘛，对我来说的话，像这种排量的车就很小啊，所以我现在这个人，要么就是你往前面这样稍微收一点，然后我的手肘都已经弯得很厉害了，这90度都已经超过了这个手肘对，所以说这个车把还是有点离自己还是有点近，然后车把还是有点窄，对我来说，然后如果你比如说把手这样撑开去，然后人稍微往后面坐一坐的话。我这个人就会往上仰，这个就不是什么直起来这样骑的这个感觉了，或者说直起来稍微偏点前倾这种，我是会往后仰的感觉。所以说你选这个车的时候，你也得注意自己的身高是多少。比如说我是1.85米，你比如说超过我的身高了的话，我觉得这个车不一定适合你。所以你要买车的话，如果你想买这个车，你还是去跨一下，然后感觉一下比较好。你是不是适合这个车？但是有一点可以告诉你们的就是，你想要骑这个车，当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并不是说稍微仰一点就会怎么样其实你看像这些地方，比如说我贴油箱
对吧？看到这个油箱上面没有任何硌到的地方，而且它这里留出了很多的空位，让你去夹油箱，没有任何的地方会硌到你，所以这个非常的不错啊。然后在操作上面的话，首先一个你看，有很多的车这个啊离合的把这个圆的这个地方。啊，很短，然后最后的那个小指呢就会卡在这个圆的上面，然后这个手就会很不舒服。但是呢，现在我骑这个车完全没有问题。然后现在这个3速下面40，刚刚我一直用的3速到40到60就用3速就很 OK。像这种情况下，你看一点点啊，你现在这样开的话，真的是一点点的问题都没有。啊，然后这个车上面其实有很多的东西的，比如说像这个风挡，这个风挡其实我告诉你啊，这个风挡挡不了多少风的。我现在脖子以上啊、肩膀什么的全部都是能够感觉到风的，所以你如果想要什么巡航啊、出远门啊什么的，这个风挡可能要稍微再改大一点。然后啊，它还有电源，看到没有？啊，电源是标配的，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点。然后听说这个车改新版了，对吧？改新版了之后，我们下次有机会的话，再看看有没有新版的可以试驾一下，比较一下，是怎么样的。但是这个老款呢，我也觉得已经是完全足够了，很 OK 的。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这个车有一些什么优点。首先一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起步的时候的丝滑程度，这个真的是 SSS 级的感觉。这个起步真的是无比的顺滑，这太给力了啊！然后第二点，整体的这个引擎的质感的没有任何的震动，在这个速度领域下面，其实刚刚我拉也拉到大概7000、8000转左右了。你看它本来一共只有那么多的话，本来就是像8000、9000、10000转那里基本上是用不到的。我们日常骑车的话根本就用不到。所以说到了7000、8000的那个时候，它还是没有震动的话，我觉得这辆车整体的引擎调教是非常优秀的。然后再一个，这个车的坐姿，然后跟各种你比如说腿夹油箱啊，手的这个姿势啊，这个撑出去的程度啦，然后人仰的这个角度啊之类的，整体的你在上面的这个感觉的话，也是非常的出色。真的就是一个250cc 的，你可以真的从日常上班开始用到你出远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甚至你想要去跑一点点什么林道，你只要换一个胎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震动吸收也是异常的好，就真的是没有到现在为止几乎找不出什么弱点，除了它的排气量是250cc 以外的，那这个东西不叫做缺点嘛，对吧？这东西不叫做缺点，它就是这样的车，怎么能叫做缺点呢，对吧？现在大家听到吧？这个风声风声大家可以听一下。今天的风是那么大的刚刚我虽然说这个车它有一些怎么说呢，这个前面的风挡不是很给力，但是在这样的风里面，其实它能够发挥出一定的水平我只能说这个能够发挥出一定的水平，有总比没有好的这个感觉OK， 那么我们拉一个速度完事儿。风很大，横向的风很大，横向的风很大。然后前车也不是那么的快，所以我在这边的话就拉到这个速度吧，你们可以看一下。哇，这个风特别大，哇，现在这个风太厉害了，我甚至感觉坐在这个车上面这个风，这人都能被吹得有点晃，但是这个车的话还是非常的安定。作为一个250cc 的车来说的话，它有在这个强风里面，它有这个安定程度的话，我觉得还是很可以的。哇，这个风真的是很大呀。
OK， 那么我们现在一圈下来了，每次啊都是在这个地方结束的。那么今天的视频也不例外。铃木的 V-Strom 250的视频，那么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